印度又来搞事了，寻求中国帮助建设国内最大发电站，结果不仅让我们垫资88亿，如今更是耍赖诬告我们，要求我们赔偿他们21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印度虽然自诩自己为超级大国，但除了人口世界第一外，可能再没有别的优势了。印度虽然嘴上喊着要超越中国，但背地里却一直在模仿，企图像中国那样将庞大的人口基数转换为劳动力，从而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。可印度国内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，因为地理环境问题，他们主要靠火力发电，这也导致了国内的发电量根本不够人民使用。再加上种姓制度的存在，致使国内贫富差距严重，富人像在天堂，穷人像在地狱。如今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，用电需求的不断上涨，印度的电力公司只能优先将电供给给富人区，减少贫民窟的使用频率。本来规定用电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富人区不规范用电，导致贫民窟必须断电来给富人区提供电量。这也就导致了贫民窟内的印度人经常在炒菜时断电，看电视的时候黑屏，于是那些一般民众愤怒了。学过电工知识的印度人小手一抄，就把电表给改了，剪刀一剪，胶带一粘，富人区的电就被偷偷换到自己家里了。时间一长，许多富人开始投诉，可哪怕电力公司换了好几次线路，这些天赋异禀的猎人总能找到那根有电的电缆。剪切加粘贴导致印度如今的电路系统十分复杂。如果你在印度旅游，在一些地区抬头就能看到那些错综复杂的电线纠缠在一起。所以印度想发展，就必须解决电力供给的问题。而目前印度的火力发电占据了总发电量的60%以上，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修建的。换句话说，要是没有中国的帮助，印度如今的电缆还能再绕上几圈。但中国好心电资帮助印度15年，为何却被倒打一耙呢？印度请求中国帮助建设国内发电站，最后却是卸磨杀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种卸磨杀驴的事件放在印度身上，其实早已屡见不鲜了。对于来印投资的企业，印度政府的政策通常是先好好哄着，不仅便宜租地卖地，而且还减少很多企业税。这让那些企业对印度十分有好感，可等到他们把产业链完全转移到印度后，印度政府就开始变脸了。小米就曾在这个上面吃过亏，一开始被戴上了偷税漏税的帽子罚款，接着又冻结了小米在印度的资金，最后干脆不装了，直接给小米扣上非法转移资产的罪名，直接吞并小米在印度的所有资产，折合人民币48.1亿元。而印度政府为了从外企身上薅羊毛，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印度政府为了从沃达丰身上薅羊毛，直接把宪法和税法改了，果真是印度赚钱印度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除了沃达丰，就连微软、苹果等美国知名企业也没能在印度讨到好处。美国代工厂微创公司在今年宣布撤出印度，公司高管对外宣称，微创在印度15年里1分钱都没有赚到，而微软也收到过印度不少的高额罚单。而这也只是个别案例，早在14年到21年的7年时间里，就有2000多家知名外企纷纷逃离了印度。所以印度自诩世界大国，纯属国际笑话。可明明做出来的事情让各国投资者害怕，为何中国还要帮他们呢？这21亿的赔偿又是因为什么呢？中国援建印度88亿建设火电厂，结果不仅被对方赖账，还要倒赔21亿。2008年，中国上海电气援建印度，接下了印度政府的煤电站建设订单，总价值高达88亿元。为了尽快完成煤电站的建设，中国工人可以说是加班加点的干，把原计划8年的工程硬是提前了2年。2014年，全球最大的煤电站在印度落户，并且开始商业运营。一开始，为了更好地帮助印度建设，这笔建设费由我们进行了垫资。然而，在煤电站投入使用后，印度却拒绝了支付货款。印度给出的理由是，这个煤电站的相关设备不合格，反而还将中国企业起诉到了法院，要求赔偿21亿元。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，我们自然是不会同意的。但是因为火电厂是在印度建设的，所以得印度的法院审理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这个案件还没有获得最终的结果。